母亲忽悠女儿吃了18年的樟脑球，还必须搭配着狂犬疫苗。18年来，女儿没有丝毫的怀疑，只认为母亲这是为了她好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发现药瓶上的标签有些异样，撕掉标签后，却揭开了母亲隐藏了20多年的秘密。女孩名叫克洛伊，从她记事起就已经坐上了轮椅。纵使这样，女孩从没有放弃过希望，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站起来。她有着很强的机械天赋，每年都会报考很多大学，可从来没有收到过录取通知书。每次想要去询问快递员，都被母亲拦了下来。直到在一次偷吃零食的时候，让他对母亲产生了怀疑。母亲的购物袋里放了一瓶绿色的胶囊，上面登记的是母亲的名字，可他从来没有听说母亲身体不舒服。当晚母亲给他送药的时候，其中有一粒是下午看到的胶囊。他好奇地问母亲，这不是给你自己开的药吗？可母亲却含糊其辞，对胶囊的事情没有做任何解释。可面对克洛伊不断的询问，他只是以更换了主治医师为理由，随口搪塞过去，并且还说明天要去医院加班，让他照顾好自己。第二天，克洛伊看着手中的胶囊，越发的感觉不对劲。他自己制作了一个机械手，把放在柜子里的药拿了下来。这一看不要紧，竟发现了一个惊天阴谋。药瓶上的标签竟然变成了他的名字。他清楚地记得上面是母亲的名字。克洛伊小心翼翼地揭开标签，发现后面还有一个破损的标签，上面正是母亲的名字。晚上，母亲再次把药送到他的面前，这次他留了一个心眼，在母亲走后，他把吃下的药吐了出来。等到母亲熟睡时，他偷偷地溜出房间，小心翼翼地启动电梯来到楼下。他想要上网查查这究竟是什么药，可等了半天却发现网络已经被断了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母亲此时正坐在客厅里看着这一切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听到了母亲的争吵声。母亲告诉他，家里的网络被人破坏了，代理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来。克洛伊不小心泄露了自己昨晚用电脑的事情。当母亲问他为什么大晚上不睡觉的时候，他却以搜索工程资料为借口搪塞过去。也就在这一刻，母女二人之间各自有了各自的打算。他趁着母亲下楼交菜的时候，偷偷打电话询问药店，没成想店员竟然认出了他家的电话号码，吓得他赶紧挂断电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随便拨通一个号码，求助陌生人帮他搜一下这是什么药，并且还要时不时地盯着楼下的母亲。幸运的是，陌生人帮助了他，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这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，可是他和母亲并没有心脏病的病症。他询问对方药是什么样子的，对方告诉他是红色的药片，这和自己看到的绿色胶囊完全对不上号。他感觉母亲越来越陌生了，母亲到底给他吃了什么药？克洛伊决定一探究竟。等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主动向母亲提出了想看电影，母亲并没有发现异常，爽快地答应了。在临走之前，他把之前吐出来的药带在身上，趁着母亲看电影入迷的时候，他假借上厕所为由跑了出去，赶忙来到了附近的药店。没想到排队的人太多，他的时间根本不够，他只能冒着被打的危险冲到最前面，把胶囊拿给医生查看。可当医生查看购买记录时，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人吃的药，而是给宠物吃的。人一旦误食，就会肌肉松弛，双腿瘫痪。得知真相的克洛伊呆在了原地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母亲找到了这里，她急忙把附近的人支开，假装安抚克洛伊。趁着没人的时候，她的嘴角露出邪魅一笑。没等女孩反应过来，她的腿上就被扎上了一个注射器，紧接着视线开始模糊，整个人倒在了母亲的怀里。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房间里，母亲还留下一份食物。就在克洛伊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发现房门怎么也打不开，原来母亲已经在外面把门彻底的封死。不管他如何呼喊，母亲都没有任何回应。等他看向窗外的时候，发现母亲的车子已经不见了。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快速解决食物以补充体力。接着从柜子里找来一大堆电线，将它们全部串联起来，又在嘴里含了一大口水，然后就从窗户爬了出来。他准备爬到母亲的房间，从他的卧室逃离这里。克洛伊拖着沉重的身体不断向前蠕动，好在有惊无险地爬到了母亲的窗前，可窗户从外面无法打开。幸好克洛伊有两手准备，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电热棒插在插座上，当顶端变得通红时，直接按在了玻璃上，玻璃逐渐产生了裂缝，接着用尽全力把嘴里的水喷了上去，冷热交替下，玻璃应声而碎。就这样，他爬进了母亲的房间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时他的哮喘突然发作，克洛伊急忙翻找呼吸器，这才想起他根本没带在身上，他只能强撑着爬向自己的房间，用尽全力把锄头拿下来，挣扎着爬进屋内，在最后时刻找到了呼吸器，终于缓了过来，接着坐上轮椅来到电梯前，准备逃离这里。但不管他如何按动按钮，电梯都没有丝毫反应。母亲竟然把电路剪断了。为了能逃出这里，克洛伊豁出去了，他把轮椅先推下楼梯，接着一咬牙，自己也冒险滚了下去。就在他准备起来的时候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他竟然感受到了脚疼。几天没有服用药物，让他的腿渐渐有了知觉。可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当务之急就是赶紧离开这里。克洛伊推着轮椅在公路上艰难前进，突然前方传来汽车的声音，他害怕是母亲回来了，急忙躲到一旁的树后。幸好只是快递车辆，他鼓起勇气冲到了车前，司机眼疾手快，一个急刹停了下来。在得知克洛伊的情况后，快递员准备带他去警局报案，没想到母亲刚好撞见这一幕，他要将克洛伊带走，却被快递员拦了下来。
面对母亲的解释，他并没有心软，仍旧决定带女孩去报案。看着快递员如此坚定，母亲只好妥协，决定跟他们一起去警局。没想到就在快递员安顿好女孩后，母亲竟然拿出注射器，一针扎在了快递员的脖子上。看着这样的母亲，克洛伊吓得呼吸都变得急促，知道自己逃不出母亲的魔爪了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关到地下室里，轮椅也被母亲用锁链锁了起来。在这里，他发现了很多名校的录取通知书，原来这就是母亲一直不让他接触快递的原因。他气愤地当了一次桌面清理大师，冷静下来后，一个盒子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当他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差点崩溃，那都是他小时候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张被挡住了双腿。当他撕开便贴的时候，发现小时候的他是可以奔跑的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里面还有一张婴儿的死亡证明，上面的信息和他的档案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死亡年龄是2小时11分，并且还有一张警察的通缉令。18年前的一所医院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婴儿绑架案，原来女人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意外死亡，可她不愿意面对现实，从医院里把克洛伊偷了出来。得知一切的克洛伊泣不成声。这时女人刚好来到地下室，她答应克洛伊以后不再给她服用药物，只要克洛伊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继续做她的乖女儿就行。克洛伊很清楚这个女人已经疯了，她不可能放过自己的。看着一意孤行的克洛伊，女人彻底卸下了伪装，准备再次给她注射药物。克洛伊大声祈求她不要这样做，可女人根本不打算放过她。情急之下，克洛伊退到了身后的储藏室，将房门反锁，暂时得以保全自己。可躲在这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看着货架上的药物，克洛伊决定拼一把。就在女人打开房门的时候，她拿起旁边的敌敌畏大口喝了下去。女人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克洛伊知道，在失去亲生女儿后，自己就是她的全部，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。果然，克洛伊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里，幸亏治疗及时，她才得以活了下来。可她发现四肢暂时没有了知觉，趁着母亲不在的时候，她用尽全力触动了警报。护士根据她的眼神把纸和笔放到她的面前，可浑身无力的她根本写不出字。就在她艰难地写出 M 的时候，其他病房出现了紧急情况，护士只好前去帮忙。母亲趁机来到房间，偷偷地把她带了出去。克洛伊想要求救，却根本发不出声音。好在护士及时回到病房，发现克洛伊消失了，并且在纸上留下了母亲信息。她急忙报警请求支援。好在下楼的电梯停止运行，女人急忙推动克洛伊想要换条路，却发现轮椅纹丝不动。她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当她掀开克洛伊的毛毯时，发现克洛伊用脚撑住地面，已经好久没有服用药物的克洛伊腿部逐渐恢复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警察赶了过来。女人此时已经疯了，竟然举枪威胁警察，直接被警察一枪打中胳膊，整个人从电梯上栽了下去。克洛伊也因此得以解脱。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，克洛伊得到了很好的恢复，女人也被关押在精神病院。可女孩并没有放弃她，经常前来探望她，坐在床前陪她聊天。可就在狱警离开后，女孩从嘴里吐出了绿色的胶囊，语气平缓地让女人张开嘴：现在该我来照顾你了。